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汤加人民急需全世界的援助，而汤加政府收到的第一批援助就是来自中国。一方面，中国政府通过驻汤加使馆，以最快速度筹措了一批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于1月19号交付汤加。另一方面，中国红十字会向汤加提供了1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强调，中方将根据灾情的情况和汤方需要，继续向汤加提供现汇和物资援助，并尽最大努力克服火山灰的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尽早运抵。此次发生海底火山喷发的汤加王国位于南太平洋西部，西临斐济，由汤加塔布、瓦瓦乌、哈派3大群岛和埃瓦、纽阿等小岛组成，共173个岛屿，其中36个有人居住，总人口10.9万。汤加的经济以农业、渔业和旅游业为主，发展水平落后，严重依赖外援。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后，汤加可以说是整个国家失联。外界一度只能通过卫星云图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应汤加王国关于火山灾害救援的请求，1月31号上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从广州某港口码头出发，启运中国援助汤加救灾物资。此次赴汤加执行运送救灾物资任务的海上运输编队，由南部战区海军2栖船坞登陆舰五指山舰和综合补给舰查干湖舰组成，能有效满足此次运送救灾物资任务的需求。这批运送的救灾物资共计1400余吨，主要包括移动板房、拖拉机、发电机、水泵、净水器及应急食品、医疗防疫器材等物资。有了这个综合补给舰，那么你的这个整个的向当地去投送一些，比如说食物啊、饮水啊，那么你有足够的能力。另外呢，你的这个船坞登陆舰呢，它本身也有比较强的这种向无论是港口还是通过这个直升机向滩头去投送，无论是兵力啊、设备啊还是物资的能力。此次救援任务充满挑战，对于海军舰艇而言，如果火山灰进入发动机烟道，也会对发动机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火山喷发后形成酸雨，会对舰艇装备有所损害。此次任务准备时间紧，航行距离远，装载物资多，疫情防控要求高。编队充分预想预判各种复杂情况，精心组织任务行动，确保救灾物资安全迅速送达汤加。据悉，这批物资来自中国太平洋岛国应急物资储备库。去年12月，中国太平洋岛国应急物资储备库才在广州正式启用。在启动仪式上，中方表示了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是为了岛国可以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可以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安全健康，推动了与太平洋岛国的命运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南部战区出动的综合补给舰查干湖舰被称为是航母奶妈，是人民海军当前吨位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海上补给平台之一。从舰体布局来看，查干湖舰左侧有4个补给站，右侧则是3个。左侧多出1个补给站的设计，就是为了配合航母上的右舷补给。查干湖舰呢，它是属于我们大型的综合补给舰的第2艘啊，第1艘是呼伦湖啊，就是这样的舰，它的这个排水量达到了4万吨左右。而船坞登陆舰五指山舰则是一个2栖立体投送登陆作战平台，通过物舱内装载的中型气垫登陆艇、2栖突击车、飞行甲板和直升机库搭载的中型舰载直升机，可以组织实施直升机垂直登陆、气垫艇抢滩、2栖突击车泛水航渡等多种方式的立体登陆。071型船坞登陆舰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具有强大的海上投送能力。该型的舰体后部设有一个大型物舱，可以容纳4艘国产野马气垫登陆艇以及数十辆0.5式2栖突击车。它的直升机起降平台接近舰长的2/5，在保留一个起降点的条件下，可以在飞行甲板上停放2架直8或3架直9直升机。它的机库还可以容纳2架直8或3架直9并排停放。除了海军派出海上编队赶往汤加外，1月29号，中国空军2架运20飞机也经过往返2万多公里的长途飞行，圆满完成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任务，彰显了中国军队践行使命的能力与担当。
汤加海底火山喷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空军紧急派出2架运20大型运输机，往返2万多公里，飞赴汤加，圆满完成救灾物资运输任务。这是运20首次跨越太平洋，这趟飞越大半个地球的旅程，侧面体现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而且运20此行的一些细节特别值得说道。这次飞汤加是2架运20，代号鲲鹏，也被称为胖妞。它的最大起飞重量是220吨，最大的载重量有66吨。而这次任务呢是投送33吨的物资，1架就够了。为什么要派出2架呢？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对飞行安全的考虑，因为飞赴汤加面临特殊的挑战。汤加海底火山喷发之后，大量火山灰随风飘散，弥漫着的火山灰一旦进入飞机的进气道，灰粒极有可能对发动机造成破坏。另外，努库阿洛法国际机场仅有2条跑道，而且一度被大概3厘米的火山灰完全覆盖，需要保证运20能够轻装上阵，在相关空域有足够的油料，留下更多的时间来熟悉周边的环境，确保安全飞行。此外，这次运20单程上万公里的飞行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投送，从中国南部到努库阿洛法国际机场的直线距离约为9100公里，而运20的最大航程约7800公里。注意，这个最大航程通常是指空载情况下的，载货情况下的航程都会缩水，因此运20进行了中途经停，再前往汤加。实际上，中途经停进行转场保障是完全科学的路线规划。中国空军2架运20圆满完成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任务，也意味着运20作为一款军用运输机，完全具备在恶劣环境下进行野战起降的能力。运20的机身材料应用了较多高强度、重量轻的复合材料，那么在强化机体结构的同时，也让结构重量得以减轻。此外，它还配备了坚固的起落架，安装有前3点式起落架、主起落架6个轮、前起落架2个轮，可90度偏转。再加上先进的航电设备，使得该机足以满足跨洲机动的要求。其实运20服役执行任务以来，尤其是在全球爆发疫情的时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疫情期间，飞往泰国送去防疫物资，承载医疗物资前往斯里兰卡，还有向乌兹别克斯坦送去紧急援助的防护服、输液泵等等防疫所需的物资。抢险救灾是世界各国军队在和平时期的重要职责。近年来，世界各国在逐渐扩展军队的非战争职能，让军队越来越多地承担应对自然灾害等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任务，而中国军队也已经成长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对于南太平洋的很多的这个岛屿的航线呢，我们的这个人民空军呢，一般来讲飞的机会并不多。那么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是民航或者相关的一些单位去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呢，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的行动，那么对当地的空域啊，对当地的这个机场设施有一个了解，我觉得可能对于人民空军未来执行相关的任务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各国抢险救灾的实践表明，军队具有快速反应能力和高度机动能力，在灾害救援中发挥着其他力量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面对此次汤加遭受的自然灾害，中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助力受灾的人们。汤加副首相泰伊也对中国政府迅速向汤加伸出援手表示衷心感谢。同时，解放军也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更是积极的践行者。近些年来，中国海空军不断走出去，特别是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运20战略运输机多次担负了向国外运送疫苗、物资等任务，可以说是中国远程运输力量的实力担当。请教一下秦先生，运20鲲鹏展翅9周年，其实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呢？目前来看，当然运20的这个运用已经越来越成熟啊，也就是说。可以说部队完全掌握了这款重型运输机啊，然后把它的能力不断的在发挥出来，不断的在拓展。就是说它作为一款，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空中飞行的一个重型卡车啊，有了这款这个重型的这种空中的远程的运输平台，那么它实际上拓展的能力会越来越强，而且它的运用的范围会越来越广啊。比如说在去年的年底，当时这个台湾地区媒体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外媒也曾经报道，就是我们曾经在一次
例行的在这个台湾岛周边的这个空中演训的过程当中啊，当时就是一架运20配合着2架这个歼10C 战斗机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战斗机来进行演训。当时台湾地区媒体就认为这架运20应该叫运油20，也就是说以运20机体平台啊为基础改装的一款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啊，这个也就是说以运20为基础，将来今后会拓展一系列这个支援性的平台。那么空中加油机啊是一种，另外比如说像大型的这个空中预警机改装成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种大型的空中预警机的平台啊，然后一系列的这种支援性平台，无论是加油啊、空中预警、空中的这个巡逻搜救啊，再加上它基础的这个运输，所以它的运用面会越来越广。中国海军派往汤加的2艘军舰中，有一艘综合补给舰查干湖舰被称为航母奶妈，是我国最先进的海上补给力量。请教一下杜先生，查干湖舰远赴汤加有怎样的意义？查干湖号呢是与航空母舰等速的一种新型保障舰艇，无论是装载能力、航行能力以及各种电子设备都达到了非常高的状态。如果能够远洋到汤加去执行各种救灾任务，说明保障能力已经到达了1万公里之外。航母编队能够在哪个区域航行，能够在哪个区域战斗，主要取决于伴随保障的作战舰艇它的范围。如果我们的查干湖号能够在汤加附近执行各种救灾任务，如果把运载的1400余吨物资折算成航空母舰编队所需要的各种干货和液货，这样呢，在遥远的海外对航母编队也可以进行保障。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如果我们的航母保障舰艇能够到达哪一个海域，航母编队就可以在哪一个海域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美海军证实，网络上流出 F-35C 坠海视频为真实，为何还要强调该视频未经授权？飞行员操作失误，飞机直接砸向甲板，复飞为何失败 ？F-35C 坠海多日，为什么没有英军坠入地中海的 F-35B 捞得快？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上坠海的 F-35C 残骸尚未打捞出水。不过，日本海上保安厅发布的禁航令可能意外透露了美军正在打捞 F-35C 的准确区域。这架 F-35C 坠海多日，为什么没有英军坠入地中海的 F-35B 捞得快？价值上亿美元的 F-35C 在航母上执勤，被曝光隐身衣锈迹斑斑，隐身效果会否大打折扣 ？F-35系列战机事故不断，会否影响服役寿命，导致下一代战机的提前诞生？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消息，1月29号，日本海上保安厅就美军在南海的打捞行动发出航行警告区警告，并披露了相关航行位置。按照日本方面的通报，打捞地点位于距离菲律宾以西约185英里、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以东350英里的南海北部海域。美国防务新闻2月1号用近乎气急败坏的语气称，因为这架最新科技战机的残骸包含有许多机密信息，为防止中俄方面抢先将其打捞出水，美国方面从未透露事发海域地点。言辞间对日本方面透露具体坠机地点非常不满，害怕中国借助地理优势抢先打捞的焦虑之情溢于言表。由于它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域，是美国的飞机自己出了事故栽进去的，那么这个海况呢比较复杂，那么美国呢可能比其他国家更着急。我认为其他国家可能对于就是打捞这样一架飞机啊，并不是像美国那么着急或者感兴趣。美国海军本周一证实，此前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 F-35C 坠海事故视频为真实，但也强调这并非经过官方授权。根据视频显示，一架 F-35C 在进行着舰时高度明显偏低，导致与航母甲板撞击，起落架全部折断后，在惯性作用下从甲板左侧滑出，变成一团火球跌入海中。视频中明显可以听到航母着舰指挥官在无线电中大声呼叫飞行员修正，但最终还是没能避免事故。
此前1月28号，美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段 F-35战机坠毁前最后几秒的视频。有军事专家指出，很有可能是因为视频发布者进行了删减。如果不进行删减，就会暴露美国海军航空兵在训练水平、硬件技术等方面的缺陷。同时，还有一张静止的照片显示，一架 F-35隐身战斗机漂浮在南海海面，驾驶舱打开，弹射座椅不见了。据 CNN 报道，美海军第7舰队证实，视频和照片是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拍摄的。同时，第7舰队声明称，美国海军正在安排于南海坠毁的 F-35C 战斗机的打捞行动。有观察指出，美军的深海打捞设备调集时间可能会长达数月。我们说美军现在，我看到从夏威夷方向，包括从美国的本土，那要调一些这种所谓的深潜装备啊，这个过程可能要有，我看到美国方面说3到5个月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他要把这个相关的很多的重装设备、重装潜水的设备相关的区域调动，这个过程呢可能要花一段时间。实际上，这不是 F-35系列战斗机首次发生坠海事故，也不是西方媒体第一次炒作所谓抢捞话题。2021年11月，英军的一架 F-35B 战斗机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起飞时坠入地中海。当时，美英担心俄罗斯出手参与打捞而破解 F-35战机的先进技术。但需要明确的是，美军此次的 F-35C 舰载机坠机的地点是在南海，打捞难度要比在地中海打捞 F-35B 战机大得多。日本海上保安厅海洋情报部公布的打捞地点水深约为11800英尺，也就是3594.64米，远超在地中海打捞 F-35B 的1600米。美军现在看来是想要在这个区域，我们说认真的对这个 F-35C 进行打捞，因为我们说这个区域的水深比地中海的水要深得多，那么可以称得上是全世界水深最大，那么当然水下的情况最复杂的海域。对于美军来讲呢，最后捞不捞得出来，我个人是很怀疑的啊。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美军有先进的深海打捞设备，而且去年已经成功进行过2次深海打捞作业，包括去年3月在冲绳附近海域从5814米的水下，将2020年1月25号坠海的一架 MH-60S 直升机打捞上来。去年12月又在地中海为英国打捞过 F-35B， 现在再捞一架 F-35C 也不算什么难事儿。众所周知，深海打捞最难的是定位，以及探明打捞目标周边的地貌和海况。美军有2款深海探测打捞装备 TPL-25 拖曳式声波定位仪，最大探测深度可达到6100米，可以通过搜寻黑匣子信号定位失事目标。蓝旗金枪鱼21型自主式水下航行器可潜入水下4500米深处，连续工作25个小时。但是由于这是一架比较先进的战机，而且同时呢，它是这个着舰的时候坠毁，它不是一种就是凌空爆炸，所以呢，它是个整机。那么如果又知道它在一个确切的什么位置，因为它坠机之后马上 GPS 就可以显示它确定的位置，就可以用蓝旗金枪鱼这样的就是无人潜航器来确定它的这个位置。那么我想呢，美国它会采取各种方法吧，要把这架飞机给打捞上来。坠海的 F-35C 还没有捞起来，但待在航母上的其他 F-35C 又被新闻曝光，隐身涂料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从美军公布的照片可以发现，卡尔文森号航母搭载的 F-35C 战斗机，在经过仅半年的海上部署后，隐身涂层已经出现严重磨损，呈现出生锈的模样。这些 F-35C 大部分机身都覆盖着红棕色条纹和斑点，主要集中在机身中央、机翼和尾部。事实上，可能是雷达吸收涂层中的铁材料生锈了，因为 F-35C 主要由复合材料制造的机身并不会生锈，而这通常意味着该机的隐身效果将大打折扣。世界上并没有真能隐身的飞机，隐身飞机不过是低可观测性飞机的俗称和绰号。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飞机身上高科技的隐身衣，这就是美军对其隐身战机看上去生锈、讳莫如深、冷处理的原因。那么，隐身战机最神秘的隐身衣，也就是隐身涂料层，具体是什么结构，又是怎么让战机实现隐身的呢？飞机隐身的方法主要是有3个方面：一是运用隐蔽色降低肉眼可视度；二是降低红外辐射，主要是对飞机上容易产生红外辐射的部位采取隔热、降温等措施。但最关键的是第3种方法，减小飞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这是因为雷达是各国军队防空系统无可替代的千里眼，如果能让雷达失效，那么防空系统的效能将显著下降。目前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的主要措施有设计合理的飞机外形、使用吸波和透波材料、主动对焦、被动对焦等等。在这些措施当中，外形设计又排在第1位，对雷达隐身的贡献程度高达90%。除了外形设计，吸波和透波材料也很重要，对雷达隐身的贡献程度接近10%。其中透波材料主要用于机头雷达罩，让对方射过来的雷达波透过而不形成反射，同时呢又能让自身雷达发射的电磁波顺利穿过雷达罩。吸波材料则是像黑洞一样，将对方的雷达波吸收，让其有来无回。实际上，隐身飞机的隐身衣主要是指防雷达探测的吸波涂层。作为全球大卖的隐身战机 F-35自然受到更多关注。那 F-35到底在机身上涂抹了什么呢？一般来说呢，战机隐身涂层是有3层。第一层就是不仅降低雷达反射波，还可以隔绝蒙皮和外界的水分、空气直接接触，可以有效地提高飞机构件的寿命。这就是喷涂在机体表面蒙皮上的涂层。第2层和第3层则分别是雷达波吸层和红外反射涂层，其中吸波涂层算是核心。当然，吸波涂层也是有分类的，例如外层的含铁等耐高温金属原料的电介质涂层，内层的有黑的电阻型涂层。公开的隐身涂层原理是如此，但各型隐身战机的具体配方都有所不同，而且绝对保密，所以呈现出来的隐身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军上世纪服役的 B-2隐身轰炸机，蒙皮就使用了多层碳纤维制成，并在最外层涂覆了含有微小铁珠的石墨涂料。当雷达波照射到蒙皮时，铁珠会首先吸收掉一部分雷达波，另一部分雷达波穿透涂层之后，在多层碳纤维之间的孔隙里不断散射，并最终耗尽能量，无法回馈雷达。而更加新锐的 F-35战机在隐身方面的一大改进，就是其 HELGlass V 隐身涂层。这种深灰色并闪现金属光泽的隐身涂层，兼具雷达和红外隐身双重功能。洛马公司还宣称 ，F-35的隐身涂层在耐磨和坚固性能上将超过 F-22使用的上一代隐身涂层。但随着 F-35大批服役，洛马的夸大宣传露馅儿了。2018年12月，澳大利亚空军首批入役的2架 F-35A 就爆出机身隐身涂层难耐澳洲高温干燥气候，损耗速度超预期，严重到每一架次飞行之后都会出现涂层剥落。由于大量采用先进技术和超材料，美国的隐身飞机贵比黄金。但前有 F-117，当年在南联盟古董雷达面前现形被击落，隐身神话破灭。今又有 F-35隐身衣出现类似铁锈一样的大片棕色纹路和斑点，前程堪忧。看来美军光靠一味烧钱就想威慑四方很难。F-35战机一系列问题也再次被暴露在大众面前。海军陆战队军官格拉兹尔在向美国国防部提交的报告中表示 ，F-35的耐用坚固度测试问题严重 ，F-35B 和 F-35C 被发现存在多处裂痕，飞行寿命测试不达标。尤其是 F-35B 的机身寿命过于短暂，可能最早在2026年就得扔到飞机坟场。而这一时间将比 F-35B 的预计寿命短了整整44年。报告还提及，多年以来虽然进行了多轮升级，可是 F-35的计算机系统、自动后勤信息系统、敌机威胁信息、目标信息和情报源的显示、融合、交换的数据链系统等均存在功能性问题。
而困扰 F-35多年的网络安全脆弱性问题以及缺氧问题，则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款飞机在亚太地区显得尤为水土不服，在至少8起坠机事故中，1半与亚太地区相关。本身现在我们说它就是实际上试验性的上舰，那么就是要让它出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美军最后要权衡，那么你的这个5代机上舰所带来的作战能力的提升和你要付出的代价，维护保养的问题啊，成本提高啊，这些是不是哪个更重要一些？最后美军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那么根据未来战场的要求来去做出取舍。美军在南海摔了 F-35C 舰载机，至今还没有打捞出来。美西方媒体却猜忌中国会抢捞。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明确表态，中国已经有2型隐身飞机已没有兴趣海底捞。请教一下杜先生，美军这次为何迟迟捞不到飞机残骸？他国捞到碎片真的有重大意义吗？这次 F-35的坠机海域相对特殊。特别是在出现撞击之后坠入海域，那这样呢，在深海地区，对于飞机的定位和打捞难度比较大。如果按照日本海保厅所公布的具体位置，水深达到了3000米。如果用各种声纳设备，首先确定飞机的状态和位置以及其他的参数需要时间。另外呢，在3000米高水压下进行各种打捞作业，难度也极高。所以目前看呢，如果在短时间内完成对飞机的定位和打捞，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美国目前也在利用所谓的难度去放大难度。他认为，如果丧事大办，至少可以让美国海军找到在南海存在的所谓正当理由。如果按照目前美国的反应速度，6个小时6艘作战舰艇到达指定海域并封锁，6架侦察机到达指定海域进行各种监视，也说明呢，对于水底的各种侦察行动也将会大幅度的展开。康涅狄格号的撞击地点和 F-35C 的坠机海域大概在500公里的间隔。如果通过打捞 F-35进行水下侦察，不排除美军会把自己的侦察触角延伸到其他地方，为在南海进行各种作战行动创造一些条件。F-35虽然是号称是高端战机，但是凭借像起落架舱门的碎片，包括在海面上撞击所形成碎片，对于材料技术我们兴趣并不大，因为它的技术结构包括其他的一些要素，中国的2种隐身战机已经基本掌握，所以中国没有兴趣，理所当然。近日，美军舰艇、飞机在西太，尤其是南海横行霸道，招致各种事故。前有核潜艇撞山，现有隐身战机坠海。请教一下秦先生，美军事故不断，为何不思悔改，持续在南海搅局呢？这个和美国现在它整体战略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执政的末期，他提出所谓的回归印太，那个时候就提出要把大量的这个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重新部署到亚太地区。然后在特朗普执政的这个，特别是后期那么这种印太战略显示的就更明显他基本上逐渐的要把这个特别是海军力量的60%部署在这个印太地区。那么拜登上台之后，因为拜登和奥巴马一样，他都是民主党政府那么他肯定要延续这个民主党的一些既有的政策，那么就继续的在这个印太的方面部署他的军事力量，然后再加上他频繁的有一些演训造成他武器装备也属于这种疲于奔命的状态，那么人员也很疲劳，那么也出现了一些比如像 F-35C 这样的事故，我觉得也很正常。但是这样的现象，我觉得今后会是一个常态化。这个常态化就是因为美国它现在搞这个印太战略，它要把海军的大量的力量压在这边，所以这种今后频繁的演训、频繁的这种刷存在感的这种动作，还是会一直持续下去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 F-15战机发生坠海事故，让这架 F-15战机隶属的假想敌战斗机部队，也就是战术教导团飞行教导群，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么，这支假想敌战斗机部队究竟有什么特点？他们是如何模拟中俄战机与其他战机进行空中对练的？这架坠毁的 F-15当时在执行怎样的飞行任务？军情直播间对话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带来一手观察。
据日本防卫省称，这架坠毁的 F-15战机是在1月31号下午5点半左右从小松基地起飞，在飞越日本海期间，飞机信号突然从雷达上消失。飞机雷达信号消失的位置为小松基地西北方，距基地约5公里的日本海上空。目前，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在小松基地附近海域发现了部分战机的机体部件，而机上的2名飞行员仍未找到。据报道，小松基地位于日本石川县，是日本空自唯一面向日本海的战斗机基地，主要部署第6航空团，下辖第303和第306飞行队，另部署有航空战术教导团飞行教导群。这次坠毁的就是隶属于飞行教导群的双座型教练机 F-15DJ， 编号为328083。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术教导团飞行教导群的飞行员都是从各飞行队精挑细选而来，而失踪的2名飞行员身份已经得到确认。前座主飞行员为战术飞行教导群司令官，现年52岁的田中公司1等空佐；后座的武器操纵官第2飞行员是飞行教导队的植田龙生1等空尉，现年33岁。按照日媒后续爆出的细节来看，田中公司累计飞行时间高达2800小时，植田龙生的飞行时间也达到1900小时。因此，外界普遍认为2名飞行经验如此丰富的飞行员双失误的可能性极低，倾向于是机械故障或技术问题导致的坠机。